杜雨萌，你回去那么多天，连张照片都拍不到。战一阳不好意思地道，是真的没有想到拍照，时间都用来和兄弟们抢侄儿了，都怪我大哥大嫂。杜雨萌说这关你大哥大嫂什么事儿？我大哥大嫂要是一胎生3、4个的，侄儿多了，我能抱到的几率大大提升，就会想到拍照了。杜雨萌被他的话逗得大乐，差点因为失神而追尾前面的车辆，他紧急刹车才避免了一场车祸。惊魂定后，他重新开车。这一次他小心谨慎，不敢再分心，但是嘴上还在叭叭的说着：战一阳，你以为多胞胎那么容易？彤姐要是怀着多胞胎会很辛苦的，双胞胎很正常，3胞胎以上的都少见了，更不要说4胞胎。没有拍到照片就没有拍到吧，等满月了，我过去喝满月酒，自己抱一抱，看一看，孩子长得像彤姐还是像战大哥？战一阳答道：一开始看感觉像我大哥，过2天看又觉得像我大嫂。他们说孩子1天一个样，现在样子还没有定性的，等再大一点才会稳定下来，就能看出他到底像谁了。反正都是像我兄嫂的，我兄嫂都是高颜值的人，他们的孩子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我侄儿铁定是个俊俏可爱的孩子，可惜了不是侄女儿。雨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兄弟几个都偷偷的买了几套公主裙，想着万一是个侄女儿，那些漂亮的公主裙就能送出去了。我是真的觉得女儿的裙子好看，不说我们，就是我大哥都买有女儿的衣服。虽然他们都知道嫂子第1胎生女儿的可能性很低，可是那个他们都没有见过面，却深受他言论影响的大师，告诉过奶奶，战家数代无女这个局会由大哥大嫂来打破。兄嫂那是儿女双全的命，原本他们都知道自己家是和尚庙，嫁进来的女人都是生儿子，他们对于生女儿不抱希望的了。但大师的一句话又让他们的希望死灰复燃，不就想着万一大嫂生的是侄女呢？1%的希望也是希望呀，就是太渺茫了。果然孩子出生后是个带把的，这小子若不是他侄子中的第一人，哪能得到整个家族的重视？谁叫他们战家什么不多，儿子最多呢？等着看吧，以后2嫂、3嫂他们生了儿子后，那些侄儿受欢迎程度是比不起大侄儿的。物都是以稀为贵，儿女也是一样的，儿子多了就不稀罕了，女儿显得贵；但若是女儿多了，则是儿子显得贵，总之就是少的显贵。像老6未婚妻的家族，女儿多了，儿子可宝贵了。杜雨萌笑道：你们战家出了名的和尚庙，想让彤姐1胎生女，怎么可能？彤姐2胎3胎能生个女儿，都是你们战家的祖宗在地府极力走动的结果。战一阳笑了笑，还是想做做美梦的。对了，这次回去我还看到了老6的未婚妻了，他的未婚妻跟着他回管城，第1次见家长。那欧阳小姐跟我3嫂有的一拼。杜雨萌偏头看他一眼，又专注地看着前方的路。怎么6少爷的未婚妻也是个女扮男装的？3少奶奶乔涵的事，杜雨萌是知道的。战一阳这样一说，他便以为未来的战家6少奶奶也是个女扮男装的，心里还在腹诽战奶奶咋老喜欢找女扮男装的孙媳妇。那倒没有，我是说欧阳小姐性格跟我3嫂挺像的，都是严肃的人，可能是他们都挑着家族事业的重担吧。不同的是乔涵自己挑的，他更喜欢经商，又从小都爱女扮男装，明明是姐弟俩，硬是让人以为是兄弟俩。在江城，人们现在都还叫着他乔少，他也不纠正，大家叫他乔少都20、30年了，他早就习惯。要不是爱上了战浩宇，2个人结了婚，乔涵都觉得自己真成了男人。现在嫁人了，有了爱情的滋润，乔涵才有一点点的女人味。在战一阳看来，他3嫂的那点子女人味，在他家雨萌面前会被秒杀到一点都不剩。还是他的萌萌好呀，女孩子同样可以接管家族事业，没有必要女扮男装的。3嫂那是图当男人省是吧？
那是三嫂的私事，她这个当小叔子的不好多嘴。杜雨萌同样严肃的人多了去，你看他严肃，他在六少面前说不定温柔似水呢。战义阳说道，可能有时候会温柔，更多的时候还是我们家老六包容他吧。老六是真宠他，他是个嘴巴特别挑的。回来这几天，老六都天天下厨做饭给他吃。听说若是饭菜不合他胃口，他是宁愿饿着也不会将就。嘴挑的人多了去，挑到像他那种地步的却少见。得亏我们老六从小就爱做菜，做了20几年，也可以说是顶级的大厨了。做出来的饭菜能让他满意，否则以后他们过日子怕是经常要饿肚子。欧阳雅因为嘴巴挑，有时候吃不到可口的饭，菜就饿着。在战远过去之前，他有胃病，经常胃痛。战远过去后，在战远负责他的每日3餐，调整他的饮食，加上他还在吃药治疗，他的胃病好转很多，已经很少胃痛了。胃主要靠养吗？有个善于做菜煲汤的未婚夫。欧阳雅若还会胃痛，那就是打战远的脸了。杜雨萌默了默后说道，欧阳小姐可能是从小就吃着最好的，才会养成嘴挑的习惯。他们虽说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但她很小的时候就被师傅收为徒，拜师可易可不容易。她的饮食是无法跟留在家里当千金小姐的姐妹们比的。杜雨萌不挑食，生活上也能自理，在兄弟姐妹之中是最接地气的。就是她的姐妹们也不会挑食，与家里长辈的教育有关。小时候他们的食谱都是按照营养师安排的去准备，不管好吃不好吃，只要出现在餐桌上，他们就要吃。大人想要的是营养均匀，不允许他们挑食。那样的饮食习惯持续至今，他们想像欧阳小姐那样挑嘴都难。奶奶给六少相看的未婚妻，肯定会考虑周全的。你们家老六有那个本事拿捏欧阳小姐，你奶奶才会相中他。若是六少没有那个本事，战奶奶就算很欣赏欧阳小姐，也不会替孙相看她。我觉得战奶奶非常有自知之明，对你们这些孙子也非常的了解，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子适合你们。你看你们大哥性子冷，不近女色，战奶奶就逼着他闪婚你们大嫂，那是利用你们大哥的责任心重，因为结了婚就是夫妻。你大哥想着是夫妻了，他总要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，对你大嫂的关注就会越来越多。相处过，了解后，自然而然就能培养出感情。战家男人都专一负责，战印被逼着帮奶奶报恩，闪婚海童后，嘴上打着要观察一下海童是否值得他付出一生，实际上刻在他骨子里头的责任感，已经让他将海童揽入怀中，要护海童周全。那样的责任感让他渐渐爱上了海童。再比如你三哥三嫂，你三嫂是个话不多的，但你三哥却是个话多的，两个人凑在一起才不会觉得闷。你二哥二嫂在一起，当初你二嫂还是个盲人，你二哥脾气好，也有爱心，他不会嫌弃二嫂是个盲人，能够包容他的一切。你们奶奶是个非常好的奶奶，对你们这些孙子的疼爱那是入了骨。战奶奶要帮孙子们相看最适合他们的女孩子，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的。杜雨萌敢说战奶奶偷偷给孙子们相看女朋友，不是1天2天的事，可能是提前好几年就在准备了。为什么在战少结婚后才开始安排其他孙子去追妻？大概是因为他们之前还年少，不够稳重吧，男人太年轻，显得幼稚，挑不起一个家庭的重担，那样子让他们去追妻，成功率的机会很低，而且在孩子们性子还没有稳定时，很容易害了人家的女儿。如今老七和老八的年纪是23、24岁左右，老太太都不着急给他们相看女孩子呢，说要等他们26、27岁了才会让他们去谈恋爱，也有可能会再推2年，等他们28、29了才会安排他们去追妻。毕竟战奶奶现在有好几个孙媳妇了，孙媳妇热劲消退不少，又刚升级当了太奶奶，
能够消停很长时间。战一阳笑道：我知道奶奶是很疼爱我们的，我们小时候都是爷爷奶奶带着，奶奶总是说退休后有一班孙子给她带，让她的退休生活不至于无聊。我们的父母年轻时都是忙于工作，放心将我们交给爷爷奶奶带着。我们都是由爷爷奶奶培养成才的，他们教了我们很多。爷爷奶奶都是成功人士，他们积累的各种经验一点一点传授给他们。他们兄弟几个虽说也能分出个高低，但跟外面的人一比，他们兄弟几个都是人中龙凤，精英中的精英。那是爷爷奶奶教导有方。我爷爷也是个很好的爷爷，可惜他老人家没有活到我们都娶妻生子。若是他老人家长命一点，看到我大哥都当爸了，他肯定会很高兴的。爷爷最疼爱的还是我大哥，那是他的长孙，意义不一样。杜雨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他没有见过战家的老爷爷，那老爷爷在战英20来岁时就生病离世，到现在有6、7年了吧。只要你们好好的，再孝顺你们奶奶，你们爷爷在天上看到了也会很欣慰的。战一阳默了默后说道：那是，我们都会好好的，也会孝顺我们的奶奶。他们兄弟几个对奶奶的感情都很深，对父母的感情反而薄一点。到了海城大酒店，杜雨萌停好了车，战一阳和他同时下车，问他：雨萌，我送给你的花束你不抱着吗？我们进去吃饭，没必要抱着花束，有点碍手碍脚的，你下次送，别送太大束的，抱着都费劲。战一阳笑道：大束的花束更好看。行吧，那我下次买小束一点的。只要他肯收他送的花束，不管是大束还是小束，他都可以送，他喜欢就好。他试探性的想拉杜雨萌的手，刚碰触到他的手，他就避开了他的手。战一阳有点失望，却也能理解。虽说他回了一趟管城再过来，杜雨萌对他好了一点，却不代表他就接受他了。他其实是想问大嫂的情况。没事，来日方长，他有一辈子的时间让他重新爱上他。战一阳若无其事地跟着杜雨萌进了酒店。海城大酒店那是杜氏集团旗下的，杜雨萌在自家酒店吃饭，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。进了他常用的包间，问了战一阳想吃什么菜，战一阳让他随便点，他什么都吃。杜雨萌便不跟他客气，点了自家酒店的几道招牌菜。点过菜后，杜雨萌问他：你们家在这边的投资怎么样了？挺顺利的，等到我们分公司成立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与贵司合作。杜雨萌笑了笑说道：估计暂时是没有机会的，谁知道你们分公司能不能经营起来。雨萌，你这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呢？是挺怀疑的，你在管城的生意或多或少都沾了战士的光，况且你们战家和陆家、商家还有苏家都私交极好，你们几大豪门都是管城商界的大佬，在海城你们几大豪门的手就伸不了那么长，哪怕偶尔有点生意也不多。可以说你在这边建分公司需要从头开始，若是你们分公司俩3年内能步入正轨，说明你能力还是可以的。战一阳说道：我会让我们分公司在2年内步入正轨的。想说1年时间的，考虑到自己还要花时间来追妻，他就多给自己1年时间了，不能让心爱的女人小瞧了去。他一定要让在海城的分公司尽快步入正轨。